小姑子很爱吃苦杏仁，她说在他们老家，苦杏仁营养价值高，还能促进肚子里孩子的成长。为此，我婆婆每天都把苦杏仁当餐后甜点给她吃，说吃了之后让肚子里的小孙孙长得倍棒。我作为一个营养师，告诫他们苦杏仁里面含有大量的氰化钾，吃多了容易有窒息的风险，严重的还会导致死亡。他们不以为然，觉得我是自己生不出孩子，嫉妒他们肚子里的宝贝金孙。最后侄子出生就被确诊为氰化钾中毒，损害大脑80%的机能，成为了一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脑瘫。小姑子恨死了我，觉得是我诅咒了他们。后来更是狠心地将怀胎8月的我推下楼梯。我那婆婆见我没死，又抓了把苦杏仁塞进我的嘴里，导致我失血过多，窒息身亡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小姑子要吃苦杏仁的那一天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嫂子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在想什么？小姑子佳佳的声音萦绕在我的耳边。我瞪大了眼睛看着眼前的2个人，内心满是恨意和恐怖。我竭力地掐着自己的手心，直到感觉手心涌出温热的液体，才将悬着的心放下来。痛，清晰的痛意让我感觉到自己不是在做梦，我这一世还活得好好的。上辈子的我，不管是作为营养师还是嫂子的身份，我都是在极力地劝导谢佳佳，不要在怀孕期间吃苦杏仁。什么促进肚子里孩子的发育都是一派胡言。后来谢佳佳生下小侄子没多久，就被诊断出脑瘫。她觉得是我诅咒了她的孩子，就亲手将我推下了楼梯。还有那个好婆婆，也是帮凶，让我还没有见到肚子里的孩子就含恨离世。这一世我一定要为自己报仇。我看着面前还在喋喋不休的2个人，他们就是我一切不幸的开端。谢佳佳还在滔滔不绝，不断地说着苦杏仁对肚里孩子的好处有多少，几乎是百利无一害。谢佳佳意识到我没有回应她的话，生气地用手肘推了一下我。好嫂子，你不是营养师吗？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呀？苦杏仁，我也不清楚。既然你都说是偏方了，能留下的偏方肯定都是好的。这样有营养的东西，你可要多吃点啊。有钱人还不一定吃得上呢。难为妈天天给你找那么多苦杏仁。我看着面前的甜美的脸，敷衍地回答着：哎，嫂子你还真别说呀，这苦杏仁的好，真是只有吃了的人才知道。谢佳佳说着，笑眯眯地摸着自己的肚子。自从我每天吃苦杏仁之后，我觉得自己身体也好了。小宝每天在肚子里都闹腾得更加起劲了呢。
我婆婆笑了笑，好好好，咱们的宝贝金孙喜欢吃，那我天天给你弄，保证让我们孙孙一出生就比其他小孩子聪明。我看着他们无知的样子，心里一阵讽刺。我婆婆那一代人，重男轻女都是刻在骨子里的。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家里有个男丁，可以传宗接代。小姑子谢佳佳早在孩子可以测性别的时候，就飞到港城做了胎儿性别测试，是一个男孩。我婆婆知道之后，每天天没亮就出门去弄苦杏仁，对此乐此不疲。小姑子20出头，又是爱美的年纪，生怕生个小孩会让自己的身材走形，所以她为了维持自己的身材，也为了自己肚子里的宝贝疙瘩，她什么办法都要尝试一遍。她婆家人亲戚就是开果园的，谢佳佳相信了多吃苦杏仁可以促进孩子的大脑发育，而且自己也会变得越来越好看。她说自己要维持身材，让自己的老公对自己不离不弃，不然按照她老公的性子，怕是要出去拈花惹草。晚上，我婆婆又照例做了一大堆苦杏仁的餐后甜点：苦杏仁蛋糕、苦杏仁慕斯、苦杏仁果汁、苦杏仁。我看着眼前这一桌的苦杏仁大餐，只感觉后背发毛。我在网上看到相关的案例，有医生科普过，苦杏仁里面含有大量的氰化钾，吃多了之后，这些有害物质进入人体，根本代谢不掉。更何况谢佳佳还是个孕妇，谢佳佳吃的那叫一个开心，吃的时候还不忘挑衅我：“嫂子，这都是我妈给我做的，你没有份哦。你那肚子还不争气，可不能跟我抢这些好吃的。”我婆婆跟着附和，平时那满是慈祥的面上染上了嫌弃。就是，你小姑子肚子里面的可是金疙瘩，你要多让着她。我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这苦杏仁你就吃吧，一吃一个不吱声。啊，对，你是孕妇，你最大，全世界就是你最棒了。多吃点，多吃点。我的小侄子啊，出生之后肯定身体特别好。我在"特别好"3个字上面加重了读音。谢佳佳这才眉开眼笑，娇嗔地瞥了我一眼。这还差不多，我肚子里面的可是我们谢家的香火。嫂子，不是我说你，你都嫁给我哥那么久了，肚子还没半点动静啊。说着，又转头哄着婆婆：“天下还是妈妈好。妈，我明天还要吃苦杏仁汁，还有吃很多苦杏仁点心。”我婆婆开心得不得了。好好好，都听我的宝贝女儿的。我冷眼看着面前母慈女孝的场景，以及谢佳佳吃的一口接着一口。自从谢佳佳怀孕之后，她的胃口是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大，肚子也跟吹了气的皮球一样。
飞快地大了起来。想当初，我作为营养师，提醒他苦杏仁含毒，让他少吃点，对肚子里的孩子会更加好。他转头就找婆婆告状，还添油加醋地乱说一通，说我嫉妒她吃得好，吃得比我多。我婆婆不分青红皂白的对着我劈头盖脸就是骂。这一世我倒要看看，没了我的提醒，她还会不会笑得那么开心。大半夜，我听见厨房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打开门一看，就是婆婆又在给谢佳佳做夜宵了。那一堆苦杏仁和苹果核还在榨汁机里面。婆婆看见我，连忙用身体挡住榨汁机，跟挡住什么宝贝一样。哎呀，你晚上来干什么？回去睡你的觉去。她肚子里的宝贝又在闹她了。你作为嫂子可不能馋她这一口。我婆婆说完，连忙把榨好的果汁和那一堆苦杏仁点心端到了谢佳佳的房里。佳佳，快来！妈妈刚刚给你做了苦杏仁和苹果仁打成的果汁呢，你快点来尝尝。听说这样子会让小孩子更加聪明。谢佳佳一听这话，迫不及待的就开吃起来。妈妈，你的手艺越来越好了，这果汁喝起来好甜啊。这种好东西也就只能给我儿子好好享受了。婆婆见状，连忙笑着附和：那是自然，这可是我们谢家的大宝贝，一点都不像那个不会下蛋的母鸡一样。我在门外听着二人断断续续的对话，只感觉到一阵恶寒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我就坐最近的地铁赶到了上班的医院。其实我工作那么多年，早就买了自己的车，但是我的车被自己的老公谢浩一直开着。开始他只是借着开，久而久之之后就再也没听他提过还车的事情。等我开完营养单的时候，早已经过了下班时间。我洗完手准备回家，闺蜜柳叶这个时候走了进来。叔叔，今天你下午开单的时候，你的那个做精小姑子又来了，一直在说什么自己肚子痛，但是我们检查的时候又没有见红。看她那个样子，这一胎怕是有点问题呀。我扯起嘴角，露出一抹笑容。是因为她天天在家喝苦杏仁汁。柳叶叹了一口气，应该是。你小姑子怀孕了，又不忌口，那些高油高盐的东西她总吃。我们之前急诊就收了一个孕妇，天天喝那个什么偏方符水，结果呢，那生下来的小孩子是个脑瘫，好好的一个家，就这样毁了。而且那一家人还把医院闹得鸡飞狗跳。听了闺蜜的话，我摇了摇头。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我已经劝过了，但是人家不信你，就坚持自己的理念。你又有什么办法？我婆婆和小姑子还觉得我这种不下蛋的不配吃呢。柳叶愤愤不平地捏了捏拳头。
真是没话说。你那个婆婆和小姑子之前没结婚的时候对你和和气气的，一结婚就暴露了。果然人都是有两副面孔。叔叔，不是我说，你也该为自己重新打算了。恶毒的婆婆，作精小姑子，不负责任的老公，这样的家庭迟早把你拖垮。要我说，你趁着自己没生小孩，早点离了吧。我们急诊的那个医生顾寻就挺帅的，你到时候离婚了，别忘了考虑一下他。说着，闺蜜朝我挤眉弄眼了一阵。听着闺蜜的话，我陷入了沉思。顾寻是上辈子默默守护我的人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喜欢我，所以两个人一直错过。而我稀里糊涂跟谢浩在一起，怀孕没多久就一尸两命。直到我死之后，顾寻找到我的墓地，小小的一块，他大哭一场，帮我报了仇，飞往国外，从此杳无音信。这辈子，在没有解决我的问题之前，我不会把他拖进这件麻烦事情里面来。正这样想着，不知不觉间跟迎面来的男人撞了个满怀。叔叔，这么晚了，女孩子一个人回家不安全，我送你回家吧。顾寻为我打开车门，细心地帮我系好安全带。这一段熟悉的路上，两人相对无言。我想到上辈子顾寻在我墓前那悲伤而决绝的眼神，心里就一阵心痛。上辈子一直是顾寻在一步步地靠近我，而我却跟猪油蒙了心一样，看不清自己的心意，莫名其妙跟谢浩在一起。很快，这段熟悉的路也走到了尽头。我安静地拉开车门，走了出去。叔叔，顾寻叫住了我。过得不开心，你要跟我说。这件事情之后，我借口医院事情忙，从家里搬了出去，和闺蜜住在了一起。很快时间来到了小侄子要办满月宴的这一天，我婆婆很高兴，小姑子生了个大胖小子，所以这场宴席办得很隆重。不仅小姑子老公那边的亲戚来了，谢浩这边的亲戚也来了。我看着小姑子的婆家人带着一大盒苦杏仁来的时候，心中顿时升起了一阵不祥的感觉，只觉得心里毛毛的。我这个小姑子还真是体贴入微呀，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打广告的机会。众人吃饱喝足之后，小姑子又使唤人给上了一大堆苦杏仁和苹果仁做成的甜点和饮料。亲戚里有人第一次品尝，连连夸赞好吃，都说吃了感觉飘飘欲仙。这种高档货就是不一样。谢佳佳笑脸盈盈地站着，顺势就介绍起了自己的婆家人。这些苦杏仁都是我婆婆那边特别种植生产的，可金贵着呢。我们家都是一直在吃的，我也是吃了这些苦杏仁的果汁，所以我的皮肤一直都很好。
跟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呢。女人吃了这个美容养颜，都不需要买那几千的护肤品了。男人吃了吗？哎，强身健体呢。像我家的大宝，就是我在孕期吃了很多，所以他一出生就是白白胖胖的，很聪明，不像别人家的小猴子一样。亲朋好友们听完谢佳佳的话，纷纷都羡慕起了谢佳佳的好皮肤，对能美容养颜、健身健体的苦杏仁也是满满的推崇。谢佳佳虚荣地接受着众人的夸奖，一时间好不得意。大家喜欢就好啊，我告诉大家一个偏方啊，这可是我们求了好久才得来的。这女人要想生的儿子聪明伶俐，自己身材还不走样的话，你就天天去吃苦杏仁，口感好不说，补充胎儿和我们的营养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你们要是觉得好吃的话，可以在我老公这边订货，都是亲戚嘛，我们肯定也是给大家一个最低折扣。底下的亲朋好友本就对谢佳佳生了儿子，身材还那么好感到羡慕，一听还有优惠，纷纷举着手机要订货。我也想试试，吃了这个苦杏仁真的那么神奇吗？说话的是一个怀孕3个月左右的孕妇，她的丈夫连忙在旁边点头。你是孕妇，你最大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听你的，老子给你去订个几斤，你一定要给老子生一个带把的出来。谢家一行人收了礼金，而且还帮助自己的亲家打开了苦杏仁的销量，正乐得合不拢嘴。其中一个年轻的亲戚提了一嘴：佳佳，你那么好看，现在又是直播火热的时候，你反正现在也是闲着，不如你去直播带货，这样苦杏仁的销量会更加好啊！你们不也能赚到更多的钱吗？谢佳佳一听，两眼直接冒光。真的吗？我也是刷视频看见的。那些直播带货的不也是嘴巴一直巴拉巴拉的说个不停吗？如果是真的话，到时候你发达了，可别忘记了我呀。亲戚们听到这样的对话，都哈哈大笑。佳佳姐，你忘记了吗？我朋友就是开直播公司的呀。那些个网红，好多都是他手底下的呢。你有什么不懂的，直接签去他的公司不就好了？这样一来二去，也省去了你不少麻烦呢。谢浩家的一个亲戚笑得合不拢嘴，急急忙忙从袋子里拿出名片递给谢佳佳：佳佳姐，你到时候直播带货，卖出去多少，我也得一点小分红呗。谢佳佳笑了，故作姿态的捂嘴：姐哪里会不给你分红哦？就是你不提，姐都要先给你应该大红包。毕竟我可不像某些人，跟自己家人还那么斤斤计较。说完，谢佳佳还特意瞥了我一眼。在场的亲戚都是人精，有几个活跃气氛的已经开始热场子了。我也不在乎谢佳佳的挑衅，
笑吧笑吧，爬得越高才会跌得越惨。我婆婆有了宝贝孙子之后，天天都在发朋友圈记录孩子的成长。侄子目前来说跟正常的孩子还没有什么区别，甚至到了6个月的时候，就可以断断续续地说话，会开口喊爸爸妈妈，只是口齿不清。但是人长得白白胖胖的，格外的讨人喜欢。谢佳佳见孩子和自己经常被邻里邻居夸奖，心早就乐到天上去了。她将所有的功劳都归结于那可以促进孩子大脑发育的苦杏仁上面。自从加入了直播带货这个行列以后，谢佳佳十分积极地在朋友圈和各种自媒体上面营业着，而且她把苦杏仁加入各种食品里面，做成了聪明糕，不断地宣传着多吃聪明糕的好处。聪明糕和聪明果汁可是个好东西呀，不仅可以保持孕期的好身材，还可以让小宝宝的大脑促进发育，提高小宝宝的智商。咱们女人呐，在怀孕期间的时候最容易身材走样了，变得又丑又老，老公看了都嫌弃。市面上那些说什么抗衰老、美白的产品根本没用，他们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：美丽和聪明都是吃出来的。吃这个聪明糕和美容果汁就可以轻松办到这一点。你们不知道吧？我儿子刚刚出生的时候，足足9斤重啊！一出生就是白白嫩嫩的，跟别人家一出生就皱皱巴巴的小孩子根本不一样。而且我产后身材根本没走形过，就一直身材纤细。大家扪心自问，你真的想生完孩子就变成黄脸婆吗？谢佳佳的嘴最是会哄人的，能说会道，把苦杏仁的功效夸得天花乱坠。再加上谢佳佳的身材确实很好，比一般的宝妈看上去还要年轻许多，这让很多宝妈非常心动，一时间吸引了很多有身材焦虑和望子成龙的宝妈。我早就听说过这个美容果汁和聪明糕了，现在一看主播，真是名不虚传啊！咱们今天有没有什么活动啊？如果还有额外优惠的话，我们几个姐妹一起多下点单。说这话的是谢佳佳请过来的托。一听托的发言，一群宝妈在公屏上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。前面那个宝妈说的好有道理呀，想要抗衰老、保持美丽，还真得那条。光是用这种产品真的没什么用。可是我们顿顿吃可以吗？会不会不太好啊？我听说美容果汁和聪明糕里面加了苦杏仁的。谢佳佳看见这条发言，不屑一顾。我从还没有孩子的时候，我妈就天天给我做。现在我不还是活得好好的？再说了，你看我家的小宝贝白白胖胖的，一看就是非常健康。他6个月就可以开口说话了。我自己也经常吃，也没什么副作用。要不是我自己亲测过，觉得它是真的好，我哪里会推荐给各位姐姐呢？这女人呐，
一旦生产了之后，皮肤都是变得松松垮垮的。别说你老公看了不喜欢，你自己对着镜子看的时候，自己不会觉得很丑吗？如果你们自己都不保养自己，那老公出轨也是迟早的事情。一看谢佳佳走煽情路线，下面就有宝妈开始附和。对对对，谣言止于智者呀。光宗妈妈她自己不也是天天吃吗？她自己吃了，推荐我们的肯定都是好东西，已经很有良心了。不想买的就不要来捣乱了，还在这里危言耸听。反正我不管，我要来实单，就让我做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。宝妈们就这样又被他说动了，一个接着一个纷纷下单。一时间，不管是没有怀孕的还是已经怀孕的，都纷纷跑到谢佳佳这里来下单。大家吃好喝好啊，吃得满意之后，可要再来呀。粉丝会有粉丝的折扣价。谢佳佳现在每天看着手机上的不断增加的订单，乐呵得不行。因为她赚钱了，自己还生了一个儿子，她走起路来都是不可一世的。现在谢佳佳不仅仅祸害了自己的孩子，就连那些无辜的人都被她连累了。我想要阻止，只是一句出言劝告，就被谢佳佳骂得狗血淋头。你一个不下蛋的母鸡，有什么资格来管我？自己的事情都没管好，还敢来伸手管我？我看你就是犯贱，嫉妒我比你过得好。我看着眼前状若疯狗的女人也无语了。我跟这种疯子真是没办法交流。这个神经病一样的家庭，我再也待不下去了。我已经在准备和谢浩离婚了。在收集证据的时候，意外地发现了他出轨了。不过我不感到奇怪，像他那样的人是最正常不过。不过属于我的东西，我都要拿回来。因为无暇顾及到婆婆，她又开始作妖了。她天天在家族群里面发一大堆照片，我才知道，她居然也开始天天吃苦杏仁了，而且每天3顿，丝毫不落下。她在朋友圈里面大肆夸奖谢佳佳，说这些都是自己的宝贝女儿孝敬自己的。老年人喝了美容果汁能够增强免疫力，越活越年轻，那效果比一般的保健品还要好。跟着婆婆一起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们都纷纷心动了，回家就叫上自己的儿子女儿去谢佳佳的直播间哐哐下单。这一天，我刚好要回去拿一些我的东西，一回家我就看见了侄子光宗是越来越胖了。看见我来，好奇地朝着我走过来，嘴里流着口水，同时他走起路来也是轻微的跛脚。我有些同情这个孩子，看来氰化钾已经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。我走过去看他刚刚坐下的地方，他竟然在喝苦杏仁熬成的小米粥。谢佳佳听见响动，从房间里面走出来。光宗突然哇哇大哭起来，我愣了一下，一瞬间就手足无措。
谢佳佳嫌恶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一把抱起他的儿子。你回来干什么？一回来就把家里弄得鸡犬不宁的。没看见我儿子都不想看见你吗？我生气地回瞪回去。呵呵。行行行，那你们离我远点。婆婆听见客厅的动静，也从厨房出来。我念着曾经她对我释放过的善意，还是耐心地跟她解释全起苦杏仁吃多了的危害。婆婆白了我一眼，对我的话不以为意。于叔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的小九九。你不就是嫉妒佳佳他们过得比你好吗？又回来挑拨离间了是吧？再说了，这个有没有毒我能不知道吗？佳佳吃了那么久，怎么没见她有什么事情？说白了，人家佳佳就是孝敬我。你呢？你做了什么？听到婆婆的话，我心一凉。果然，白眼狼的基因都是遗传的。平时、节假日、生日，只要过一个节日，我就给婆婆送她喜欢的金链子、金手镯、金戒指等等，各种各样补身体的保健品，大几万的都是这么花。没想到到头来还是比不上人亲生女儿。算了，就当做自己是来自找麻烦的，就不该有多余的怜悯心浪费在这种没有心的家伙身上。我拿完东西之后，也不管身后二人的阴阳怪气，转身就走，没有丝毫留恋。谢佳佳的直播生意原本是办得如火如荼，因为她自身就是最好的例子。那外在形象吸引了很多宝妈，加上她自己在直播间也吃，天天在家也吃，纷纷下单购买了含有苦杏仁和苹果仁的产品。这就导致很多抵抗力差的宝妈吃了之后上吐下泻，脑袋昏昏沉沉，出现了高烧发热的症状。更有甚者，连孩子都差点没保住。到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是氰化钾中毒。有些孩子吃了聪明膏之后，甚者变得痴痴傻傻。这些因为吃了大量苦杏仁的受害者纷纷来找谢佳佳，想要讨回一个说法，索要赔偿金。其中就有谢家本家的亲戚，但是谢佳佳的态度很坚决，坚持声称自己的产品没问题。你们平时吃的难道就只有我的聪明膏和美容果汁吗？吃坏了肚子就想要来讹我们是不是？你们不是想钱想疯了吧？一天天的。再说了，如果那产品有问题的话，那我自己、我妈、我儿子怎么不看见有半毛钱的事情？怎么到了你们这里就一个个的这个不舒服，那个不舒服了？谢佳佳双手叉腰，俨然一副泼妇的样子，没有了平时伪装出来的甜美形象。说起来，你们不就是想讹我的钱吗？你们要是再跟我纠缠不清的话，别怪我翻脸不认人，都给老子滚！一个刚刚检查出腹中胎儿有脑瘫风险的孕妇崩溃大哭。
你知道我这个孩子有多么来之不易吗？我已经40多岁了，我是高龄产妇啊，试管了无数次，扎了无数次催卵针，才有了这个孩子。现在我的孩子疑似脑瘫啊，我老公要跟我离婚，医院都说了，我就是因为吃了你的什么聪明膏，什么狗屁美容果汁才会这样的。你现在还给我否认，我要你一命偿一命啊！女人的情绪十分激动，冲上来就要掐住谢佳佳的脖子。谢佳佳吓了一大跳，冲上来直接把门给反锁，还对着外面的人冷嘲热讽：怎么就你有事？要我看，你就是矫情。外面愤怒的声音此起彼伏，一声接着一声。谢佳佳，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们一个交代，你别想出这张门，看谁熬得过谁。大不了我们直接报警，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人面兽心，蛇蝎心肠，为了赚钱不择手段。明明聪明膏和美容果汁含有大量的苦杏仁，吃多了会氰化钾中毒，你居然敢宣传得那么好，亏得我们相信你。眼看着事情越来越不受控制，人群中已经有人报警了。谢佳佳这才不得不打开门，但是她太嚣张了，一直叫嚣着是体质问题。众人一拥而上，对着谢佳佳就是拳打脚踢。警察来的时候，把一群人都带去了警察局。最后的协商方案就是谢佳佳原因赔偿受害者，而警察同志把谢佳佳严厉地教育了一顿，向他说明了苦杏仁吃多了会氰化钾中毒，还逼着他写下来检讨书，这才放他离开。谢佳佳偏偏不信邪，他觉得就是那些人的体质问题。回家之后，他开始天天开直播吃聪明膏和美容果汁，隐隐有朝着吃播的方向发展。因为这次的事情，让他的直播卖货事业受挫，谢佳佳也没有了之前的好姿态，对着那些退单的人纷纷破口大骂，说他们只知道跟风，没有自己的脑子。而周围的邻居也对谢佳佳指指点点。直播关闭之后，谢佳佳并没有死心，她把更多的心思投入到吃播事业里面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大众因为猎奇新奇的心态都涌入了谢佳佳的直播间，粉丝也因为谢佳佳敢生吃苦杏仁而开始不断打赏。谢佳佳再一次从直播上面体会到了赚钱的快速，在这条路上越走越黑。她开始为了满足那些猎奇观众的好奇心，在直播间生吃很多苦杏仁、苹果仁、李子仁等等。为了证明她卖的东西没问题，她自己吃也就算了，还带着不满1岁的小侄子也吃。很多人都说吃了我的聪明膏和美容果汁有问题。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无稽之谈。你们看，我吃得好好的，能有什么事情？要我说呀，就是他们体质不行。
一天天的瞎说。你们不相信的人肯定是没有吃过，敢吃的都是一大把的。没过多久，出事了。谢佳佳就因吃多了生苦杏仁，导致氰化钾中毒了。谢佳佳体会到了赚快钱的感觉，她已经不想出去外面踏踏实实的工作了。而我婆婆因为收到了谢佳佳带来的好处，所以两个人的关系更是十分融洽。但是我婆婆也是一个自私的人，她想去追求自己的快乐，说什么也不愿意帮着小姑子带光宗了。最后还是谢佳佳和谢浩商量了一下，决定让孩子去家附近的托儿所，反正有人管，他们也放心。现在我的直播事业正慢慢好转呢，我不想因为这个耽误我的事情，就让大宝去托儿所吧，正好培养一下自己的独立能力。不出所料，谢浩找到了我，让我给光宗出托儿所的费用，因为这家托儿所属于私立性质的，一学期的费用少说也要5、6万，他自己根本舍不得花这个钱，又想要在谢佳佳面前展示自己作为大哥的能力，就只能把主意打到我身上。我看着一直流口水的侄子，冷了下脸。谁生的谁带，我没有这个义务和责任。我婆婆和谢浩因为我的拒绝，对我没有一个好脸色。鼻子不是鼻子，嘴巴不是嘴巴。不过没关系，谁管他们？反正大家就要分开了。我将自己掌握的证据牢牢握在手里。一转眼，又来到了上托儿所的这天。侄子不情愿地被谢佳佳抱到了托儿所门口，在谢佳佳和婆婆的诱哄下，他才不情不愿地走向托儿所老师。谢佳佳对着小侄子的背影咔嚓了一声，然后迫不及待地发朋友圈炫耀，配文是吃了聪明膏的孩子就是聪明绝顶。难怪托儿所的老师对着他都是爱不释手。朋友圈的一位宝妈也是谢佳佳产品的受害者，自己没变美不说，还中了轻微的毒，幸好不影响肚子里的孩子。于是她在谢佳佳的朋友圈下面留言：我也是为人父母的，你这样接着祸害孩子，迟早会遭到报应的。谢佳佳本来美滋滋地看着朋友圈的评论，看见这一条留言，直接人都气炸了，拉黑删除一条龙。没有我当冤大头为谢佳佳他们付出，谢佳佳她老公又不愿意拿出那么多钱，因此他们大吵了一架。谢佳佳又是个爱慕虚荣的主，给小侄子买的衣服鞋子都是几千起步，两夫妻赚到的钱根本赶不上花钱的速度，于是两个人2天一大吵，1天一小吵。而小侄子这边也在托儿所发生了意外。我婆婆火急火燎地给我打电话，让我马上去儿科那边。闺蜜柳叶看见我，凑上前来：叔叔，你侄子出大事了。我很淡定地点了点头。事情发展到现在都是有迹可循的。谢佳佳老公
烦躁地蹲在地上，不断地抓着自己所剩无几的头发。而我婆婆则对着我崩溃大哭：“叔叔啊，怎么会这个样子啊？光宗他，医生说他氰化钾中毒啊，影响了脑部的神经啊，很有可能以后变成一个智障啊。”这时候，原本安静的谢佳佳老公一把抱起，抓住谢佳佳的头就往墙上撞：“你这个死贱人！不是说吃了苦杏仁会让儿子变聪明的吗？要不是你，我儿子还是好好的。”说着，就朝着谢佳佳的脸左右开弓。谢佳佳也不是吃素的，反手对着她老公就是一巴掌。当初你也说了，苦杏仁吃了就是对身体好，你自己不也吃吗？这件事凭什么怪我一个人？而且，这个苦杏仁不都是你亲戚那边提供的吗？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个有什么副作用吗？随着谢佳佳的怒吼，她老公也回过神来。对，小刘他们种植的，肯定知道些什么。说完，拉着谢佳佳打了车，就往他亲戚那里去。我们一行人也跟在后面。到了果园，谢佳佳阴沉着一张脸，激动地找人对峙：“小刘，你说，这个苦杏仁吃多了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？”看着来势汹汹的几人，小刘一脸心虚，顾左右而言他：“姐，这能有什么事情？你不是自己也吃吗？不也是好好的吗？”谢佳佳嚎啕大哭：“我的儿子吃多了苦杏仁，现在要变成智障了，你还我儿子！”说着就上前，猛抽小刘几个大嘴巴子。小刘心虚，就没还手，任由谢佳佳打骂：“姐，佳佳姐，我真的不知道那么严重啊！你们自己吃了，不是也没什么事情吗？肯定是侄子体质不好。你跟我哥还年轻，佳佳姐，你们再生一个吧。”谢佳佳她老公听着这话，终于忍无可忍，直接上去把小刘打趴下了。看着满地的鲜血，二人这才回过神来。这件事情闹得很大。谢佳佳她老公本来就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，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，遇到任何事情都冲动易怒，跟个超雄一样。他气急败坏，因为光宗是他们家唯一一个可以传承香火的儿子，现在却因为氰化钾中毒成为了一个脑瘫。他不能接受，一气之下，他手上也收不住劲，活生生的把小刘给打死了。等谢佳佳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人已经没气了。我也已经报警了。谢佳佳她老公准备逃跑，却被及时赶来的警察给送到了警局。谢佳佳哭得伤心欲绝。后来这件事情还登上了我们当地的新闻和报纸上，甚至头条上面都是。而前段时间购买了谢佳佳产品的宝妈，
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，有些呕吐，有些头晕。一去医院检查，都是氰化钾中毒，不过摄入量很少，基本没什么大事。第二批受害者义愤填膺地找谢佳佳算账，并且还要起诉他知法犯法，罔顾生命安全。侄子躺在医院的 ICU 里面，清醒过来之后，整个人也是痴痴傻傻，失去了正常孩子该有的智力，说话口齿不清，一说话就流口水，走路一瘸一拐，上门讨说法的人也越来越多，家里就一直没有消停过。而谢佳佳她老公因故意杀人被判处死刑，谢佳佳也因为受害者的起诉被判罚款30万，不得不变卖所有可以卖的东西抵债。我婆婆，不，应该叫钱婆婆，也因为家里的变故一夜之间白了头。即使她天天以泪洗面，也挽回不了什么。而家里的房子也早就抵销赔款了，钱婆婆只能自己带着那智力有问题的侄子一起在外面租房住。而谢佳佳没什么学历，只能干一些粗活来赚钱，用以维持日常的生活。儿媳妇啊，你帮帮妈吧，我们孤儿寡母的要怎么活呀？一天下班的路上，我被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婆婆拦住了去路。定睛一看，原来是我那个钱婆婆。你们的事情我管不着了，毕竟我是没下蛋的母鸡，跟你们家也没有什么关系了。我冷眼地看着眼前的女人，看得出来她最近过得很不好，脸上身上全是脏污。啊，你这个贱人，不就是要你拿钱给我们吗？那是给你的脸。钱婆婆说着就想上来抓我，目光狠厉地盯着我。我侧身一躲，她来不及受力，直接扑到了地上。随着叮咚的一声，一把匕首从她的怀里掉出来。不许动！警察！随着警察的一声怒吼，这起闹剧拉下了帷幕。看着被制住的女人，我就想起我上辈子遭受的痛苦，每天要被他们一家人道德绑架，稍有不顺心就要被打骂。想到这里，我俯身在他耳边低语：谢佳佳一家的事情，你儿子的事情，都是我在做推手。上辈子我经历的痛苦，这辈子换你们来尝尝。说完转身离去，不再理会身后女人的叫喊：你个贱人，你不得好死！啊！后来谢佳佳的身体机能一夜之间衰老，被120送到医院一检查，氰化钾中毒，无力回天，只能天天在医院吊着这条命。而谢浩也在我的起诉下，被判婚内出轨，净身出户。小三知道他没钱之后，也不再跟他往来。而我，也远离了那一家子伥鬼，顺利和谢浩离婚。3年后的夏天，我的女儿顺利平平安安的出生。
我一看到他的时候，就感觉他是我上辈子的小天使。这一世，我很幸福，爱人在身边，孩子也健康的成长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